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自从我买了小米13 Ultra 之后，大家总在私信后台问我一个问题，能不能出一期小米相机说明书？当然是关于徕卡版本的。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出一期这个视频，从整个软件界面的变化到拍摄的一些小技巧，我都会涉及到。今天我也将分3大块的内容来跟大家讲。第一块就是咱们这个相机的一个拍摄界面，第二块的话就是关于街拍、人像。然后还有一些滤镜、徕卡的一个区别。第3大块就是一些附加功能，当然我也会分3个场景来跟大家讲。那我们现在先开始第1大块的一个讲解，就是它整一个界面的一个变化。首先大家感知到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一个界面逻辑的一个变化。这些附加的功能由上面换到了下面。我个人认为它是变得更加方便单手操作。一个大拇指就可以覆盖整一个的操作区域。咱们了解完它最大的一个变化，那我们现在进入整个界面的介绍，来看看它相比于之前有没有什么细节上的一些变化。那我们开始，因为是说明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从零开始。首先我们打开相机，一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。首先我们知道它换成了涡轮的变焦，而且变焦到30倍以上的时候，它上面会出现一个小框框，让你知道你现在在拍摄什么地方。就比如我稍微再转一点点，它就能看到仙人掌上面的这些纹路。这是120倍最远的，也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现在在拍摄一块什么样的地方。这个我觉得是挺不错的。然后上方是我们这个模式的一个切换，徕卡生动和徕卡经典。这个就是咱们的 HDR， 这一块就是闪光灯的一个变化情况。点一下拉，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闪光灯，我们知道画幅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3:4目前是所有的手机上面它可以拍摄的是最大的一个画幅。比如说我现在使用主摄，我使用3:4的一个画幅，我可以拍摄到最多的一个内容。你看1:1，它是通过裁切得到的，同样的9:16，它也是裁切得到的，只有3:4。它是一整个都包括在里面。摄影风格我们讲过了 ，HDR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变动，就是现在不可以强制开启 HDR 了，只能选择关闭 HDR 或者是自动。自动的话就是把这个 HDR 的这个场景的判断交给 AI 来判断这个场景适不适合、需不需要使用 HDR。这个我认为也是挺 OK 的一个点，但确实是少了一点自己尝试的可能。光圈的话，主摄它是可以切换 f4 和 f1.9。光圈大小它主要体现在一个景物的拍摄上面。比如说，现在我的光圈是1.9，它可以拍摄出这样主体清晰，然后背景虚化的一个照片。4.0的话，它后面的这个景物，大家看到没？后面这个背景虚化就没有那么明显，这就是光圈的一个特性。参考线。我建议大家都打开，这里有9宫格，然后黄金分割线、中心标、水平仪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中心标的话就是在这儿，这一块就是中心标、水平仪。强烈建议大家就是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，把这些功能给开。当然，我只建议你开一个这个9宫格和中心标、水平仪。其他的这个黄金分割线，讲真的，不是一般的人可以驾驭得住的，所以也不太建议大家使用，属于比较进阶的一个玩法吧。AI 相机我们一般是关闭的，毕竟连小米官方他们自己都说，我们要拍摄一些有质感的这个画面，我们先把 AI 相机给关闭了。动态照片就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开启了这个动态照片，它是可以和苹果一样，就是长按一下的。但是安卓这边因为大家这个各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动态照片，做的也都是不一样的文件，所以其实通用性不是很高。如果你一直使用小米相机的话，你可以开，但是如果你有可能后面会换的话，你有可能后面就看不了。微距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很鸡肋的，在小米13 Ultra 上面，它是使用这个超广角来让你有一定的这个微距能力，就是你可以怼得很近。但说实话，这种微距不是我们想要的微距，我们想要的微距是75毫米的微距，它可以拍摄出非常不错的一个画面。所以我一般的话，我是选择关闭的。或者小米13 Ultra 的用户可以自己购买一个外切的镜头，我就买了一个，等后面到了来给大家做一下
详细的看法。倒计时顾名思义，声控拍照，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。比如说手不方便，我们直接说拍照，它就会拍摄一张照片，或者说茄子，这个都是非常灵敏的。万物追焦，这个我建议在拍摄照片的时候打开，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拍摄 4K 60帧的视频的话，你千万记得去关闭，你开了你就只有24帧了，关闭它就有60帧。这是我一直想要小米改的一个点，但是到现在为止它依然没有改。我是想要拍照和录像，它这个万物追焦是分开的，录像它在万物追焦这一块，它会改变拍摄的帧率，就非常的不好啊。移轴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，就是它拍摄出来的照片，它这个是中心移轴啊，就是可以拍摄一些小人国效果的照片。就比如说这个，我来拍摄一张，它两边的话就是有一个，它两边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虚化，就是模仿移轴镜头嘛。定时连拍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，你可以使用它拍摄一些延时，不是说下面的这种延时摄影啊，下面的延时摄影它是拍摄的一个视频，而这个所谓的定时连拍，它其实是间隔拍摄，就是我们需要拍摄多少张，多少时间拍摄一张，31秒拍摄一张，或者11秒拍摄一张，然后它这边会显示我们拍摄了600张照片，然后可以做成11秒钟的视频。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赞的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点，并且运用起来。这就是一个水印，时间水印，然后还有徕卡的水印，显示经纬度，显示时间。关于水印，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好奇的点，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水印不是这种默认的水印，而是另外一种，然后大家不知道在哪里，它其实在相册的编辑里面。然后我们点击 AI 创作定制画框，就有非常多的这种水印供大家选择。照片的位置现在也是可以调整的，加个画框就非常容易出片啊。那还可以切换白底黑底，所有的都是可以切换的，这个大家都应该熟悉。然后在设置里面也有一些我比较推荐关闭或者说开启的一个功能，自动夜景我们可以开，抓拍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启，这个引导线我们也可以开启，自适应镜头我个人不是很希望把它开了。F1、FI 这个格式我是买的 1TB， 我是不开它的，因为我会担心兼容性。然后照片质量我是买的最高的 1TB， 所以我是选的最高。自拍模式这个我用的比较少，所以也就是默认的。悬浮的快门键，这个功能在我们出去拍摄单手拍摄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 OK 的点。就比如说我这一块不太好按，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快门拖动到其他地方，拖动到这里，甚至这里，都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拍摄。然后咱们不需要它了，直接拖回去就行了。街拍、视频防抖、自动帧率这个一定要关了。然后杜比世界，因为它 4K 60帧的画面，虽然是每一个镜头都可以拍，但是杜比世界除了主摄之外的其他镜头是不太支持的，所以我还是把它给关了。然后声音设置这些我都关闭了，因为说实话，小米13 Ultra 在视频拍摄的方面确实还非常可以，但是在声音的这个收录方面确实做的不行。好，这些都 OK。这个功能我是希望大家都打开的，就是保留相机的状态。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在拍照模式，然后我退出去再进来，它依然是拍照模式。或者说我上次调好了专业模式，我还是希望我下次进入的话，我还是打开这个专业模式的话，那我就依然是可以很方便的。咱们这一些基础的功能到这里就可以作为一个结束。那么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方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一些进阶的玩法，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功能。那我们走着。然后我到这儿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徕卡的2个模式，究竟应该如何的去选择，如何的去使用。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，我拍摄实物或者说人像一些不需要对比度那么高的照片的话，我是直接使用徕卡生动的，因为它可以展现更丰富的一个色彩，让人看起来会更有食欲一些。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样片，分别是使用经典的和生动，大家看一下区别。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生动的，就是在人物的拍摄和食品的拍摄上面，它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徕卡经典
它是以高对比度见长，在一些颜色的调教上面，它会更趋向于徕卡的风味。而徕卡生动的话，它是更倾向于主流的这种 AI 拍摄的色调，会更加讨大众的喜欢一点。大家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它这个饱和度更高一些，颜色可能会更加偏暖一点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。所以，徕卡经典我会用来拍摄哪些场景呢？一部分是建筑、山水，一部分就是这种光影。而徕卡生动的话，我是会放在拍摄一些日常的，不需要那么强影调的图片上面。就比如说拍摄狗狗，比如说拍摄食品、拍摄人物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而关于我日常使用的镜头，我会更喜欢于把主摄调整到2倍，拍摄一些画面，因为这个角度更贴近于50毫米的焦段。之后就是3.2倍的75毫米和5倍的120毫米。我是几乎很少会使用到这个主摄全开的这个1倍和0.5倍，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精彩，能够放在其中一小块显得精美一点，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。如果你想要使用主摄和0.5倍拍摄出一些非常不错的照片的话，那是比较需要一定的技术和一定的这个能力的。你身处的环境足够的好，足够的 nice， 就比如说我们去外面旅游，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那些会使用这个主摄或者说超广角会多一些。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是真的比较少用到广角和超广角的，我个人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想这也是我喜欢小米13 Ultra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它是2倍、3.2倍、5倍都非常的好，一拍就会非常出片。那我们现在接着来讲系统上面的一个体验。首先是街拍和人像啊，它这个模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啊。它上面这些功能的话，就只剩下了参考线和摄影风格，然后还有水印。水印的话，现在是自定义，我换成徕卡的，一个显示时间，一个显示经纬度。然后的话就是一个设置，这个就不用管它。这个 EV 它就是一个曝光参数补偿的一个意思。就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拍摄一个稍微暗一点的场景画面，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选择低一点，直到你觉得适合你的这个感觉。然后现在我们是要拍摄对面的这个房子，对面这个房子肯定是5米到无限远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它5米到无限远，直接拍摄就行了。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当然这个23毫米肯定是太广了，我们可以选到35毫米，然后正儿八经的构一下图。但是这个不是街拍的功能，街拍是就比如说这样，这里有个人，然后马上拍一下，然后那里有个人马上拍一下，是这样，就是你预计你的主体和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距离，是这样使用的。然后这边是它的滤镜，就比如说这个场景，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徕卡生动。然后其实除了这个徕卡生动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搭配非常多的滤镜去组合，形成不同的这个风格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先拍摄一张。这个徕卡鲜艳，比起生动来说，它这个暖度会更加深一点。这个是自然、单色都非常有特色。然后这个是胶片模拟，这个也是胶片模拟，这个是大家的小米手机都有的一个功能。这些滤镜都是经过考验留下来的啊。就之前我用红米12 Turbo 那个手机的相机也拍摄了非常多挺不错的照片，就是用这个滤镜，大家要善用这个滤镜。然后就是人像模式，小米的人像确实它不是出众的那一类，就是你看这个抠像，它就抠得非常的奇怪啊，拍摄出来应该也是还行的。但是这个它没有抠啊，它这个抠的稍微有点慢。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人像的，因为现在相册已经更新了这个人像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在后期调整虚化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一张原始的照片，什么都没有处理。我们点击编辑，然后在 AI 创作找到这个背景虚化，然后它就可以使用这个背景虚化的功能来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处理。它也是抠像，但是已经给你保证了一个前面的原图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使用小米手机一个新的选择吧，我感觉会比直出那个抠像会好一些。就是我对于人像的一个理解，至少在小米手机上面它是一个这样的状态。
我也出了一期视频来吐槽这个人像啊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。接下来就是专业模式的一个讲解。小米13 Ultra 的专业模式，它这边会多出很多不一样的内容，就它有分值对焦、曝光反馈，然后直方图。进行专业模式的拍摄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把直方图给打开来，然后分值对焦、曝光反馈这些，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不太需要使用的。然后如果你需要拍摄尽量高清的一个画面，你可以把这个5000万像素开开来，或者使用不一样的格式，RAW格式或者 Ultra RAW。Ultra RAW 我已经拍摄了非常多的这个样片，大家也可以去那一期视频里面看一看，我在这里就放几张。它照片细节的保留能力，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强的。然后其他的一些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个是色温，小米13 Ultra 的色温它是做的比较好的，就是它把这些预设的东西都放在了这一块。这个是白炽灯，然后这个是荧光灯，然后这是日光，然后是阴天，大家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调整到。这个就是对焦了，从最近对焦距离到无限远。这个的话是快门速度，快门速度越快，进光量就越小，然后越慢的话，它进光量就越大。这个是30秒，可以做一个长曝光。这个就 f1.9 到 f4.0 的一个光圈的切换，这个是主摄才有的一个功能。ISO 就感光度的一个调整 ，ISO 越低，它的这个噪点的数量就越少，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。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，曝光补偿。然后就是小米13 Ultra 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影调的调整，这个其实我也给大家出过视频，现在就处于一个经典的影调，它现在就是0默认的状态。可以把它继续减淡，你看它这个对比度就减弱了，然后我们继续加强的话，这个对比度就增加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节的一个调整。这个影调的话就看大家自己的感觉。色调这个很容易理解，冷暖，然后青色调，还有品色调，就是一个偏黄绿，一个偏洋红。细节质感，这个就是大家说的，可以理解为锐化吧。细节你拉得越小，或者说你拍出来的照片它就越柔和。越大的话，就显得越锐利。基本上，它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专业模式的一个全部，主要是一个这个影调的改变。然后它这个视频的专业模式也是在这边的，大家可以看得见。但是就少了一个影调的一个调整，这个视频的话就比较的一般，其他的就一样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是会多一个这个测光模式，这个画幅。音源变焦，这些我暂时都还没怎么用过，不太会去用它，因为我觉得它最多就是一个拍摄开箱的一个小工具吧。然后的话就是一些全景，大家应该都玩过，我这个就不必给大家讲了吧。然后电影，它这边有非常多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有6个模板，你可以照着它这个模板去拍。就比如说第一个画面是这个样子，第二个画面是这样，第3个画面这样去拍，拍好了就直接可以用这个模板生成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，就是它可以你所有的这个镜头都进行一个拍摄，然后可以多摄同录、双拼同开，就挺有意思吧。就可以同时选好这2个场景进行一个拍摄。就比如说我要把我自己和这个同时录双拼，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好，这对于一些用手机直接这样手持拍摄的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。然后同录的话是什么样子？同录的话我感觉这个会更实在一点，就是上面下面都有内容，而且是全屏的双开的，这个我是觉得挺 OK 的。除了多摄同开，微电影它还有一个短视频的功能，这里面有一些这个效果就非常不错。这个万花筒，在一些拍摄里面就是会有奇效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然后其他的慢动作延时摄影、萌拍、AI 水印，
水印就是这些东西，门拍就是这玩意儿，感觉有点苹果那个味儿啊，全面对标苹果呀，这是。哎，还好像还挺准确的嘛。这个是应该是定制自己的个人形象吧？哦，果然是定制自己的一个个人形象。哎，这样也挺不错的，这个门拍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就是这个可以使用这玩意儿拍摄一些不太方便出镜的视频，挺好的。哦，还能直接有这个背景，可玩性很强啊！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风格。嗨，你好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然后这是皮肤吗？这是全身身体。哇，还是挺好的哎，我操！哎，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，真的就非常不错啊！确实可以实时的检测到你的这个全身。好，我们继续看门拍，这个里面东西还挺多的。门拍完了之后是这个长曝光，长曝光的话就字面意思啊，这些东西。导演模式我这没办法给大家演示，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东西。最后一个文档，其实这个大家就非常熟悉了，这个我之前出过很多教程了，就是拍摄一下，它会非常方便的把它生成一张调整好的照片。就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花露水吧，它估计也能搞得定。你看，比如说我这个苹果13 mini 的一个文档，我就随便一个角度这样一拍，它就可以完美的给我生成，而且是非常不错的哦。同时我们可以进入文档的编辑来给它进行一个增强，非常的好啊。这几乎就是小米13 Ultra 相机的所有功能了，不知道大家看了还过不过瘾，有没有学到那么一点点新的东西？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一定记得点个赞、投个币，然后关注我一下。我会继续产出更多对大家都有所帮助的视频。如果还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回复的。我是云飞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